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來到一筆 MS AI 學習頻道。哇 ，Google 最近又出招了，直接對它的 AI 模型 Gemini 來了一次超級大升級，推出了 3.1 Pro 這個版本。那這不只是一個小小的更新哦，這很可能是一次會影響整個 AI 戰局的關鍵發布。好，我們今天就來好好的拆解一下這次的更新。但問題來了，這次更新到底有多厲害？它真的能夠在現在這麼競爭的 AI 大戰裡面，成為那個改變遊戲規則的關鍵角色嗎？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來深入探討的核心問題。OK， 今天我們的內容會分成幾個部分。首先，我們會來看看它的新功能，再來看看它性能到底提升了多少。接着，我們會講到它怎麼樣變成一個超強的開發工具，甚至可能改變我們打造產品的方式。最後，我們再來看看這對整個 AI 產業又代表了什麼。好，我們馬上進入第一部分。大家要注意哦，這一次的更新絕對不是小打小鬧的調整而已。Google 基本上是幫 Gemini 的大腦進行了一次核心的升級，而且他們正用最快的速度把這個新大腦部署到所有的地方。你看，這個新的模型可以說是全面鋪開，從我們開發者最喜歡用的 AI Studio 跟 Vertex AI， 到一般人手機上每天都會用到的 Gemini App， 甚至連做研究做筆記的 Notebook M 也都同步升級了。這就代表 Google 的策略非常清楚，他們不只要做出最強的模型，更重要的是要讓每一個人在每一個場景都能立刻用上最新的 AI 技術。接下來，我們來看看大家最關心的部分——性能。這次升級裡面最讓人眼睛一亮的就是它的推理能力。這裡說的推理不是那種簡單的一問一答哦，而是 AI 去理解複雜邏輯，解決它從來沒看過的新問題，像人一樣一步一步思考的能力。這個一直以來都被看作是通用人工智慧，也就是 AGI 的聖杯。沒錯，你沒看錯。根據 Google 官方的數據，性能是直接翻倍。你知道嗎？在 AI 的世界裡，每次進步個幾個百分點，大家就已經要開香檳慶祝了。超過1倍，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驚人的宣告。當然，口說無憑，我們直接來看數據。這張圖表就證明了他們不是在吹牛。在 ARC AGI-2 這個測試上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評估 AI 解決全新邏輯問題能力的黃金標準，分數直接從上一代的 31% 一口氣衝到了 77.1%。這不是小小的進步，這根本是跳級了。77.1%， 大家可以記一下這個數字，這代表 Gemini 3.1 Pro 在處理那種複雜抽象問題的能力上，已經到了一個全新的層級，開始真正接近我們人類那種靈活思考的智慧了。好，講了這麼多抽象的分數，我們來講點更實際的。所以你跟我到底可以怎麼用它？要體驗 Gemini 3.1 Pro 的威力，現在最好的免費工具就是 Google AI Studio， 而且它最近也迎來了一次史詩級的更新。簡單來說， AI Studio 現在變成了一個所謂全端的開發平台。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說，以前你要做一個 AI 應用程式，哇，你要自己搞定前端界面、後端伺服器、資料庫，光想頭就痛了。現在你完全不用煩惱這些複雜的設定，就可以直接在你的瀏覽器裡面打造出功能完整的 AI 應用，甚至那種可以很多人一起連線的服務都沒問題。舉個例子，有一位開發者叫 Peter Yang， 他就用 AI Studio 很快地做出了一個可以跟 AI 打撲克的遊戲，這就完美展示了他處理複雜遊戲邏輯跟即時互動的能力。你想想 ，AI 不只要懂規則，它還要能判斷情勢，做出策略，這在以前可是要寫非常非常多複雜的程式碼才辦得到。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應用，叫做時光旅行照相屏。你可以上傳一張你自己的照片，然後讓 AI 幫你產生出那種80年代、90年代風格的樣子。這可不只是套個濾鏡這麼簡單哦，這是 AI 真的理解了照片的內容，也理解了某個特定時代的風格精髓，然後重新進行創作，展現了它強大的跨模態跟生成能力。那對於網頁開發者或設計師來說，最讓人興奮的功能之一，可能就是這個了。
你只要用打字的，就可以直接生成 SVG 格式的程式碼。這種向量圖形的好處就是，不管你把它放大幾倍，它都還是非常清晰，而且檔案很小。這就代表你的網站載入速度會變得飛快，使用者的體驗也會更好。這幾乎是把設計師腦中的想象力直接變成產品。像 AI Studio 這種強大的工具不只是讓開發速度變快而已，它正在催生一種全新的產品開發方法，一種可能會徹底顛覆過去幾十年軟體開發流程的思維，我們稱之為原型優先。這張圖很清楚地比較了傳統的瀑布式開發跟新的原型優先方法。過去我們可能要先花好幾個月寫規格文件、畫設計圖，然後工程師再花好幾個月把它做出來，結果最後才發現使用者根本不喜歡。但在原型優先的世界裡，你可以在幾天甚至幾個小時內就做出一個可以互動的東西，直接拿去給使用者測試。這最大的差別就在於，它讓你可以在投入大量時間跟金錢之前，就快速驗證你的點子到底行不行得通。開發者 Peter Young 就總結了這套非常實用的5步做工作流程。首先，你先建立一個基礎的模板，接着用 AI 快速做出新功能的原型，然後馬上跟你的團隊跟用戶一起討論、修改、不斷調整，直到找到市場真正要的那個點。最後才把這個已經被驗證過的原型投入大量的工程資源，把它變成真正的產品。這大大降低了創新的風險。這句話真的點出了整個核心觀念。在 AI 時代，你的想法跟產品之間的距離被無限地拉近了。直接動手做出一個可以互動的原型，遠比你花時間寫那些又臭又長的企劃文件還要有效率得多。Show, don't tell， 也就是直接做出來，別光說不練，現在變得前所未有的容易。好的，到目前為止，我們都聚焦在技術跟工具上。現在，讓我們把鏡頭拉遠一點，來看看 Gemini 3.1 Pro 的發布，在競爭這麼激烈的 AI 戰場裡面，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，又透露出了什麼樣的未來趨勢。從這張簡單的表格，你可以看到，現在各家巨頭的策略開始有點不一樣了。OpenAI 靠着先發優勢，抓住了廣大的開發者社群 ，Anthropic 則是專注在企業市場跟安全性。那 Google 呢？它的策略重點已經不只是在跑分上贏過對手了，而是要把 AI 的能力像毛細血管一樣，深深地整合到它那個超級龐大的現有產品生態系裡面。7億5千萬，這是什麼數字？這是 Gemini App 每個月的活躍用戶數量。這個數字凸顯了 Google 一個無可匹敵的優勢，就是它的分發能力。這可以說是它最強的護城河。你想想，模型再強，如果沒有人用，它的價值就無法體現。而 Google 就擁有把 AI 直接送到幾億人面前的管道。所以這就帶我們來到一個非常關鍵的結論，在 AI 競賽現在這個階段，模型本身的原始智慧當然很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你怎麼把它包裝成實用好用的產品跟工具，你怎麼把它無縫的整合到使用者每一天的工作流程裡，這才是創造真正價值的決勝點。可以說 Google 現在打的就是一場關於包裝和分發的戰爭。好了，我們來快速回顧一下今天的重點。第一， Gemini 3.1 Pro 的推理能力有着巨大的飛躍，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又更上一層樓了。第二， Google AI Studio 是一個讓你免費打造全端 AI 應用的超強工具。第三，原型優先這個方法將會改變我們的開發模式，讓創新更快，風險更低。最後也是最重要的， Google 的王牌在於它龐大的生態系整合能力。最後也留給大家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：你覺得最聰明的 AI 是那個在各種測試中得分最高的，還是那個已經無縫融入你的生活，你每天都在用的那個呢？這真的值得我們好好想一想誒。如果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幫忙按讚、訂閱及分享哦。我們下支影片見，拜拜。